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中国人周末一天都不出门，但是早餐到了，午饭到了，奶茶到了，水果到了，晚上甚至连药都到了。而且最可怕的是，他们可能连睡衣都没换。真的，有时候我周末在家工作，往窗外看一眼，楼下好像很安静，但是再看看手机，各种外卖员一直在路上。我觉得，如果一个外国朋友第一次来中国生活，可能会觉得有点神奇。对，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已经习惯了。像我现在如果饿了，第一反应已经不是去厨房，也不是下楼，是打开手机，对，打开手机。而且很多人打开手机的时候，本来没有特别想吃什么，这个太真实了。我有时候只是想看看，结果呢？结果看着看着就下单了。如果你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，你可能已经发现，中国人真的很喜欢点外卖。而且不只是年轻人，学生会点，上班的人会点，在家带孩子的人会点，甚至很多老人现在也会点。我前段时间回家，我妈妈居然开始点外卖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当时特别震惊。以前她总觉得外卖不如自己做的饭，结果有一天我回家，她特别开心地跟我说：“你看，我刚学会了。”然后给我看手机，她居然在研究哪家店评价更高。看来大家最后都会走到这一步。我觉得是。所以今天我们想聊聊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点外卖，为什么很多人明明楼下就有餐厅，还是愿意手机下单，还有一些外国朋友第一次看到以后会觉得特别惊讶的事情，比如药也能送到家，比如半夜还能买奶茶。比如水果可能比你自己出门买的还快。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，晚上6点多的时候，很多中国小区都会变得特别热闹。下班时间，对，但有意思的是，大家不是去超市，也不是去菜市场，很多人是去拿外卖。我家楼下有一个外卖柜，每天晚上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热闹，有人拿晚饭，有人拿奶茶，有人拿水果，有时候一个柜子几乎全满。而且大家动作都很熟练。对，输入号码，打开柜门，拿走。整个过程可能不到10秒。我有时候在电梯里也会看到，一个人拿着麻辣烫，一个人拿着咖啡，一个人拿着奶茶，大家互相看看，虽然不认识，但都知道刚刚去干什么了。我发现现在很多中国小区晚上都有一个很相似的画面：外卖员骑车进来，很多人同时下楼。有时候白天大家互相不认识，但是晚上7点左右都会在外卖柜前见面。我有一次下楼拿咖啡，前面一个人拿奶茶，后面一个人拿晚饭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觉得，大家好像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一天。这个画面还挺温暖的。对，而且特别真实。有时候，如果有人拿着刚到的烧烤进电梯，整个电梯都会闻到。那种香味真的藏不住。然后本来不饿的人也开始饿了，最后回家打开手机，继续点外卖。而且有时候我会观察外卖员，怎么突然说到这个？因为我发现，无论天气怎么样，他们好像一直都在路上。这个是真的。夏天很热的时候能看到他们，冬天很冷的时候也能看到他们，下雨的时候还是能看到他们。有时候晚上很晚了，他们还在送。对，有一次我晚上10点多下楼拿快递，结果看到一个外卖员刚刚送完东西，正准备去下一家。
其实很多人打开手机下单的时候，不一定会想到这些。对，但是有时候看到他们，我会觉得现在这种生活方式能这么方便，也有很多人在背后努力工作。所以外卖对很多人来说，已经像水和电一样自然了。没错，平时感觉不到，但是已经离不开了。所以我觉得外卖已经不只是吃饭这件事了。更像一种生活习惯。不过说到为什么喜欢点外卖，我觉得你应该很有发言权。我觉得我第一次意识到，自己已经离不开外卖，是搬家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天家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锅，没有碗，没有筷子，甚至连烧水壶都没有，听起来有点惨。真的很惨。早上搬家，中午特别累。我坐在地板上休息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一个问题：什么问题？我连泡面都吃不了。这个确实有点惨。后来我打开手机点了一份饭，晚上又点了一次。那一天3顿饭几乎都靠外卖解决。晚上坐在地板上吃饭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，如果没有外卖，我今天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活。那一刻，你是不是特别感谢外卖员？真的。而且从那以后，我发现外卖已经不是偶尔吃一次的东西了，它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。其实很多人现在都有这种感觉。对，尤其是上班以后，这种感觉特别明显。我记得我刚工作的时候，经常到晚上7、8点才回家，有时候路上已经在想一个问题。今天吃什么？对，而且那个时候根本不想思考，一天开了很多会，说了很多话，脑子已经很累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如果还要想吃什么、买什么、做什么，我真的会觉得有点痛苦。所以很多人回家之前就已经下单了。没错，我以前经常在地铁上点外卖，等我到家以后，外卖差不多也到了。这样确实节省时间。而且不只是上班的人，学生也是。对，学生宿舍特别明显。现在很多学生晚上学习、写作业、准备考试的时候，经常会点外卖。我认识一个学生，他跟我说，考试周的时候，宿舍楼下面每天都是外卖员。我能想象那个画面。晚上9点多，很多人抱着电脑出来，然后一边拿外卖，一边回宿舍继续学习。而且现在很多学生点的不只是正餐，奶茶一定有，咖啡也有，还有水果。而且我发现下雨天的时候，外卖特别有吸引力。这个我完全同意。有时候我已经准备出门了，然后开始下雨。对，我站在门口看着窗外，突然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想出门，这个时候手机就很危险，非常危险。因为下一步一定是打开外卖软件。没错，有时候我连鞋都已经穿好了，后来呢？后来又脱下来了，哈哈，这个画面太真实了。然后告诉自己，今天就休息一天吧。然后顺便点一杯奶茶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大家都是这样。其实一个人住的人也特别容易点外卖。这个很重要。如果是一家人，做饭比较划算，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，有时候真的不太想做。因为做多了吃不完，做少了又觉得麻烦。对，我以前一个人住的时候就经常这样，为了做一顿饭，买很多东西，结果只用了很少一部分，剩下的放进冰箱。然后忘记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学聪明了，怎么聪明？点外卖。原来是这种聪明。有一次，我甚至已经买好菜了，
我回家以后，坐在沙发上刷视频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站起来打开冰箱，看着里面的菜发呆。然后呢？我心里想，你们再等一天吧。那些菜听到以后一定很伤心。我觉得他们已经习惯了。结果第二天我还是点了外卖。看来你真的很喜欢点外卖。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会这样，不是不会做饭，也不是不喜欢做饭，有时候真的只是觉得太麻烦了。尤其是做完饭以后。还有洗碗，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。因为洗碗真的很累，而且周末的时候更明显。怎么说？有一次周末，我前一天晚上给自己写了一个计划，听起来很积极。特别积极。计划里有什么？收拾房间，出去运动，买东西，自己做饭。后来完成了几个？一个哪个？点外卖。这个答案我一点都不意外。真的，我早上醒来的时候，觉得自己特别有动力。然后呢？然后坐到沙发上，危险了。再然后打开视频。计划结束。对，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已经下午了。所以最后还是点外卖。没错，而且点的时候一点负罪感都没有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到一个外国朋友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什么事？晚上10点多，他突然有点感冒。他问我，现在药店应该已经关门了吧？结果呢？我说你先看看手机。他打开以后，发现附近还有药店营业，而且还能送到家。后来药到了。20分钟左右就到了。他说什么？他站在门口，拿着药看了半天。他说：“这真的合法吗？”这个反应太真实了。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表情。后来还有一次，我帮另一个外国朋友下载外卖软件。然后呢？第二天，他给我发消息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这个软件太危险了。”为什么？因为他本来只想买午饭，结果呢？结果买了奶茶，正常，买了水果，正常，买了甜点，也正常。最后还买了一堆零食。看来他已经开始适应中国生活了。他说自己只是打开看看。这句话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，我也是。因为很多人点外卖都是这样开始的。其实不只是药，很多外国朋友第一次知道水果也能送的时候，也会很惊讶。对，有时候晚上突然想吃水果，打开手机，选一点草莓、西瓜或者橙子，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。而且很多水果店还会帮你切好。这个真的很方便。还有深夜外卖。这个你最有发言权。有一次，我晚上12点还在看电影，本来已经准备睡觉了，结果电影里出现了一大桌烧烤，危险。非常危险。看完以后，我突然特别饿，于是打开手机，结果发现附近居然还有很多店营业。最后1点多的时候，我居然坐在家里吃烧烤，听起来很快乐。当时很快乐。第二天呢？第二天，我告诉自己，以后不能这样了。后来呢？后来又这样了。这个结局我一点都不意外。人总是会重复同样的错误。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办公室拼单。这个特别中国。以前我上班的时候，每天快到中午的时候，办公室突然就热闹起来了。大家开始讨论吃什么。有人发菜单，有人推荐店，有人说想吃面，有人说想吃米饭，还有人说想喝奶茶。奶茶一定会出现。然后大家一起下单，有时候一个订单里有10几个人。而且我发现很多办公室
都有一个特别会点外卖的人。真的？这个人好像什么都知道，哪家好吃？哪家便宜，哪家送得快？哪家今天有优惠。对，到了中午，大家都会问他。我以前公司就有这样的人。后来呢？后来他请假一天，然后，大家突然不知道吃什么了。这个我能想象，那天中午，办公室特别安静。因为没有人组织点外卖。对，这个人其实是办公室最重要的人。至少中午的时候是。我以前公司也是这样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大家讨论外卖的时候特别认真，比开会还认真。真的。有时候为了选一家店，可以讨论10分钟。最后还是选平时那家。没错，不过外卖也有一些小问题，比如选择太多。这个真的很明显。有时候我明明已经很饿了，结果打开外卖软件以后，反而不知道吃什么，看了20分钟，饭还没点。最后还是点回老朋友。我发现有时候最难的不是点外卖，是什么？是决定吃什么。完全同意。有一次我特别饿，打开外卖软件以后，我觉得什么都想吃。然后呢？米饭不错，面也不错，火锅看起来也不错。危险。结果我看了差不多半个小时，终于决定了。没有。啊？我把手机关掉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突然累了。这个我能理解。最搞笑的是，第二天我跟朋友说这件事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你不是在点外卖，你是在做人生选择。”这个评价很准确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人在饿的时候真的不能点外卖，为什么？因为什么都想买。这个我同意。本来只想买饭，结果加了一杯奶茶，又加了一个甜点。最后收到外卖的时候才发现，一个人根本吃不完。我没有忘记拿外卖，但是我点错过地址，送到以前的家，送到公司，这个有点厉害。而且已经晚上8点了。我接到电话的时候还很开心，以为晚饭到了，结果发现我的晚饭还在公司。他比你更认真上班。对，我的晚饭比我敬业。这个我真的笑了。不过说了这么久，我现在突然有点饿了。我也是。你不会录完节目又点外卖吧？你猜？你冰箱里的菜吃完了吗？这个问题有点危险。看来还没吃完。我觉得那些菜应该已经不相信我了，他们每天都以为自己有机会。结果每天都没有机会。对了，我有点好奇，正在听节目的你，平时会经常点外卖吗？还是更喜欢自己做饭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欢迎和我们分享，我还挺想知道大家的答案。尤其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。我还挺想知道大家平时最喜欢点什么。不过今天天气真的不错，要不出去吃？这个建议听起来不错。顺便散散步，然后路上再决定吃什么。希望不要最后又变成外卖。这个我不保证。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放松一下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